末日来临前，我把家里的物资都卖了。别人在末日来临的恐惧下拼命囤物资，而我却把自己超市里的东西全都卖给了邻居。钱是我辛苦保存下来的物资，却被父母和妹妹大方地送给了邻居。他们被邻居称赞，我却成为了自私自利白眼狼。在村里长大，一点都不知道回馈乡亲。我妈指着我的鼻子，藏着物资不给大家，是想看着人冻死饿死吗？李叔对你最好了，你却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舍得给他，你不配做我的姐姐。还是心愚懂事，李叔曾经就是瞎了眼，他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而我的亲爸就站在旁边看，还补了句：你连你妹妹一半都不如。前世极寒刚开始时，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让大家有些不适，但作为北方的小山村，多数人没当回事。可温度越降越低，跌破零下40度、50度，网上的末日传言四起，警觉的人开始疯狂囤货。我守着村里的小商店，物资充足，却接到了省城爸妈的电话，他们说城市里供暖崩溃，要回老家，还反复叮嘱我把物资藏好，千万别给别人。我听话的紧闭大门，白天听着叔伯阿姨们在门外冻得瑟瑟发抖的哀求，只能忍痛拒绝。晚上则抱着膝盖躲在床角，祈祷爸妈早点回来。极寒第15天，他们终于带着妹妹归来，可迎接我的不是安慰，说着他们就把我藏好的物资拿出来送给邻居，而我却成了人人唾弃的白眼狼。后来极寒持续，家里物资耗尽，他们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去外面找食物和取暖的煤炭。我刚踏出大门，就被曾求我未果的王强推倒在雪地里，冻僵的身体被乱棍打砸。当初求你给块饼干，你死活不肯，他的声音裹着风雪，现在就让你冻死在外面。我拼尽全力朝远处我妈的身影伸出手，她顿了一下，却飞快地转身离开。最后一棍落下时，我眼前一黑，我在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站在超市柜台后面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雪花刚开始飘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日期显示2025年12月24日。我用力掐了自己一把，疼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回来了。这时脑子里叮的一声，复制系统已激活，空间仓库已开启。我愣了2秒，试着集中精神，货架上那包方便面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下一秒手里多了一包一模一样的。我又试了室内箱矿泉水，意念一动，整箱水消失在货架上，出现在一个纯白色的无边空间里。我能看到那里的一切，像另一个房间，无限空间，复制能力。老天爷这次给的补偿还算公道。我走到窗前，村里很安静，还没人意识到3天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，只有新闻在循环播放防寒预警，建议囤积物资。前世这个时候我正忙着藏东西，父母打电话让我锁好门，谁也别给。我照做了，然后等来他们的背叛。这次不会了。我打开手机，点开村里的微信群，群名叫幸福一家人，现在还有人在发笑话。我打字，本店所有物资按原价清仓，只卖3天。群里静了几秒，然后炸了。真的假的？王丫头你疯了，这天儿不正该涨价吗？我马上来，给我留2袋煤。我关掉手机，走到货架前开始干活，手摸过的每一样东西都在空间里留下一份复制品。堆煤的小仓库在后院，我走过去，手按在煤堆上，黑色的煤山在空间里复制出来。整整一下午，我像个仓鼠一样在店里转悠，空间里的物资越堆越高，分门别类放好，食品区、防寒区、能源区、药品区。天黑时，店里所有东西都在空间里存了至少10份，而货架上依然满满当当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打开一盒自热火锅，坐在柜台后面吃，热辣的味道让我眼眶发酸。前世最后1个月，我连口热水都没喝上。晚上7点，有人开门，小月，开门，是我，李婶。我没动，隔着加固的防盗门，我能听见外面不止一个人。白天说的清仓还算数，我先订10袋煤。我要羽绒服最大码。罐头还有吗？我吃完最后一口火锅，擦擦嘴，明天早上8点开门，按排队顺序来。外面骚动起来，现在卖不行吗？我加钱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通融通融。我转身走回里间，把他们的声音关在门外。天快亮时，我做了个决定。我爬起来，找了块硬纸板，用红色记号笔写上大字：全部原价，每人限购3日用量，请勿囤积，留给更需要的人。6点，门外已经有人在等。7点，队伍排到了村口。8点整，我拉开卷帘门，冷风裹着雪花灌进来，人群像潮水一样往前涌。排队！我举起手里的扩音器，不排队的不卖。站在最前面的是张奶奶，70多了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她颤巍巍地递过来200块钱。丫头，我要1袋煤，2件厚衣服，行不？行，我接过钱，转身去拿货。羽绒服、保暖内衣，又加了1箱泡面和2罐肉酱，这些够您用一阵子了。钱正好。张奶奶愣愣地看着多出来的东西，这不止200。开业大酬宾，我笑笑。下一个。队伍缓慢前进，每个人我都按3日用量买，但总会多给一点。给孩子的人家多塞2包饼干，有老人的多给几贴暖宝宝。所有人都付原价，没人敢在村长眼皮底下闹事。是的，村长也来了，站在旁边帮我维持秩序。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，但没多问。中午
货架空了一半，我搬出库存继续补货。空间里的复制品安静地待着，像我的底气。下午3点，最后一袋大米被人买走，我靠在收银台上，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钞票。极寒第7天，这些纸就会变成废品，但现在他们还能换点别的东西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。喂，是县里5金批发的老陈吗？我要100个太阳能板，50个储能电池。对，今天就要，现金支付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雪。爸妈，妹妹，这次你们自己囤物资吧。送货的小货车在天黑前冲进村子，司机一脸不可思议。妹子，你这是要开店还是建发电站？防患于未然，我指挥他把货卸在后院仓库，等车一走，立刻把所有东西收进空间，复制再复制。空间里太阳能板整齐码放，储能电池闪着金属光泽，我看着它们，心里踏实了一点。前世极寒第3周电力就断了，手机成了砖头，黑暗中只剩绝望的寒冷和寂静。这次不会。傍晚，店里最后一件棉衣被人买走，连积压了3年的丑围巾都没剩下。我关上卷帘门，落了锁，外面还有几个来晚的人拍门，声音带着哭腔：王月，再卖我一点东西吧，我老婆刚生完孩子。我背靠着门，没出声，不是心狠，前世我经历过，今天你多给一点，明天就会有10个人来砸门。乱世里善良要有爪牙。拍门声渐渐停了，我走进里屋，从空间取出一份麻辣烫，加热，热汤下肚，身体才真正暖和起来。手机震动，是妈妈打来的。我看着屏幕上妈妈2个字，前世被扇巴掌的画面又冲进脑子，火辣辣的疼，还有她那句你是不是疯了？铃声响到第7遍，我接起来。王月，你怎么回事？她的声音尖利。村里人说你把店里的东西全卖了。我咬了一口鱼丸。你疯了？这么冷的天，你把东西卖了，我们回来吃什么？用什么取暖？她几乎在吼。我们明天就到家，你赶紧把东西追回来。卖完了，我说钱在我这儿。电话那头静了2秒，然后是我爸抢过手机的声音。王月，我告诉你，那些钱是家里的财产，你1分都不许动，等我们回来处理。哦，我把最后一口汤喝完。你有什么哦？我警告你，要是敢乱花钱。我挂了电话，拉黑，世界清静了。晚上8点，我开始整理空间，食物按保质期排列，最耐放的压缩饼干和罐头放在最里面，药品分类，感冒药、消炎药、冻伤膏，甚至还有几箱卫生巾和纸尿裤。钱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，后来比黄金还珍贵。晚上10点，我穿上最后的羽绒服，戴好帽子、围巾、手套，从后门溜出去。雪已经没过脚踝，村里一片死寂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偶尔透出一点微弱的灯光。我凭着记忆往后山走。前世极寒第2个月，村里有人在山里发现一个温泉山洞，据说是一个富豪建的避难所，里面应有尽有。但等消息传开，山洞已经被王强那伙人占了。我踩着1脚深的雪，艰难前行，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，走了大概40分钟，在一处陡峭的山壁前停下。岩壁上覆盖着枯藤和积雪，看不出任何入口。我扒开枯藤，摸索着岩壁，指尖触到一个凹陷，找到了，用力一按，岩壁无声划开，露出一条向下的通道。温暖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我打开手电筒，走进去。通道很窄，但人工开凿的痕迹很明显。走了大概50米，眼前豁然开朗。我愣在洞口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，被改造成了一个家，不，一个堡垒。左边是温泉池，热气蒸腾；右边是生活区。一张大床、沙发、书架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厨房。最震撼的是靠墙的那排架子，上面摆满了罐头、压缩食品、瓶装水，旁边还有发电机、燃料桶、医疗箱、工具箱。我走过去，随手拿起一罐牛肉，生产日期是3个月前，所以这个基地是有人近期才准备好的。那么人呢？我环顾四周，没看到任何人影，只有温泉水咕嘟咕嘟的声音。有人吗？我的声音在洞穴里回荡，没有回应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上面有个红色的启动按钮，按下，灯光亮起，不是刺眼的白光，而是柔和的暖黄色。洞穴顶部的通风口开始运转，发出轻微的嗡鸣。墙壁上的屏幕亮起来，显示着温度、湿度、空气质量。屏幕一角有个小小的摄像头图标，我心头一紧，立刻抬头。洞穴顶部一个黑色的摄像头正对着我，它动了，缓缓转过来，镜头对准我的脸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手悄悄伸进口袋，摸到那把从店里带出来的美工刀。屏幕上跳出一行字：识别未知访客，访问权限无，建议驱逐。洞穴入口的方向传来机械运转的声音，我转身看见通道的金属门正在缓缓闭合。逃！我用尽全身力气冲向入口，门缝越来越窄，侧身挤出去的瞬间，背包被门夹住，我用力一扯，我摔在洞外的雪地里。金属门在身后彻底闭合，严丝合缝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我盯着那面岩壁，它又恢复了原样，枯藤覆盖，积雪堆积。这个基地有主人，而且不欢迎访客。我转身往回走，雪地上只留下一串脚印，
很快就被新雪覆盖。回到店里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。我锁好门，拉上所有窗帘，然后从空间取出一桶热水，慢慢擦洗冻僵的手脚，脑子里反复回放洞穴里的一切，那些物资，那个温泉，那个摄像头，这不是无主的宝藏，这是一个有主的堡垒。我躺到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前世没听说这个基地的主人是谁，可能是那个富豪根本没来得及进来，也可能是他死在了来的路上。但不管怎样，那个基地我要定了。早上6点，我被冻醒，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5度了，距离极寒末日只剩2天了。我把所有东西收进空间，最后扫视一圈空荡荡的店面，拉开后门，雪停了，但风更大了。我裹紧羽绒服，往后山走，这次带了工具、撬棍、液压剪。到岩壁前时，天刚蒙蒙亮，昨天那个凹陷按钮是唯一可见的接口，我按下去，岩壁划开，露出金属门。这次我有准备，门刚开一条缝，我就把撬棍卡进去，门合拢的动作停了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通道里的灯自动亮起，尽头的洞穴里温泉还在冒热气。我侧身挤进去，没急着往深处走，先检查墙壁，金属材质，厚度至少10厘米，门缝处有液压装置，怪不得力气那么大。控制台还亮着，我走过去，屏幕自动切换，识别未知访客，入侵警报，已触发，防御系统启动，倒计时10分钟。10分钟，我蹲下来检查控制台底部有个检修面板，用4颗螺丝固定。我从空间取出螺丝刀，手有点抖，不是冷，是紧张。螺丝拧开，面板脱落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线缆和一块主板。倒计时8分32秒，我找到电源线，红色粗的那根，剪断，屏幕黑了，但头顶的灯还亮着，通风系统也没停，有备用电源。倒计时8分15秒，我在线缆里翻找，终于看到一个小标签，主控串口，下面连着一条细线，尽头是个 USB 接口。我从空间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末世前囤的，充满电，里面装着各种破解工具，插上转接线，连接 USB， 开机，运行脚本。屏幕上代码滚动，倒计时6分47秒，快点！我盯着进度条，脚本在跑，但系统有防火墙，第一次尝试失败。倒计时5分20秒，我深呼吸，打开另一个程序，这是前世跟一个黑客学的后门工具，专门对付这种离线安防系统。上传执行，我倒吸一口气，倒计时3分10秒。3秒后重新亮起，这次是纯蓝色的界面，只有一行字：系统重置中，请稍后。通风系统停了，灯也灭了，只有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光照着我汗湿的脸。倒计时1分钟，黑暗里只有温泉咕嘟的声音，然后灯光重新亮起，柔和的暖黄色，通风系统恢复运转，墙壁上的屏幕跳回主界面，但这次没有警告，没有倒计时，只有一行欢迎词：管理员王月，欢迎回家。我腿一软，坐在地上，成功了！我在控制台前坐了很久，把每个功能都点开看了一遍，温控系统、通风系统、安防系统，还有物资清单，比我昨天看到的还要多。地下还有个冷库，里面是冻肉和蔬菜。这个基地的建造者准备的太充分了，太充分了，反而可疑。我站起来，开始全面搜查。书架上的书大多是生存指南和技术手册，抽屉里有地图、笔记本，还有一些看不懂的设计图纸。在床头柜的暗格里，我找到一个铁盒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叠照片。第一张是个中年男人站在这个洞穴里，背后是还没完工的墙体，他穿着工装裤，笑容很淡。第二张是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的合影，女孩大概7、8岁，手里拿着冰淇淋，背景是游乐场。第三张是女孩独自一人坐在医院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照片下面压着一封信。我打开，只发现这里的人，我叫周海，这座避难所是我为女儿小雨建的，她得了白血病，医生说撑不过明年冬天，我买下这座山，花光所有积蓄建了这里，我想让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至少能泡温泉，能看看书，能不受罪。但我没等到带她来，3个月前工地出事，我摔断了脊椎，现在躺在医院写这封信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说明小雨已经不在了，或者我死了，没人带她来，那么这里就是你的了。只有一个请求，如果你见到一个叫周雨的女孩，告诉她爸爸爱她。周海，信纸很皱，有水滴干涸的痕迹。我放下信，看着照片里的小女孩，所以她没等到这个冬天。我走到温泉边，蹲下来，把手伸进热水里，温度刚好。洞穴里很安静，只有水流声和通风系统轻微的嗡鸣。我把铁盒收进空间，然后从空间取出物资，开始布置。睡袋铺在床上，食物和水放在厨房架子上，药品收进医疗箱，武器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脱掉外套，走进温泉池。热水包裹全身的瞬间，我闭上眼。前世最后1个月，我躺在雪地里，身体一寸寸冻僵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能泡一次热水澡，死也甘愿。现在我泡在热水里，我还活着。我爬出池子，擦干身体，换上干净衣服，然后走到控制台前，调出监控画面。入口处的摄像头拍到我的背影，正挤进门缝。更早的画面里，
只有空荡的通道和飘落的雪。再往前是黑屏，系统重置，记录清空了。我关掉监控，调出防御系统设置，红外警报、压力感应、门禁控制，一样样设置好。密码改成我的生日。最后，我在管理员名单里加了一个名字：周瑜，权限永久访客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坐在温泉池边，一边吃饭一边看控制台上的时间。上午10点17分，距离父母和妹妹回到村里还有5个小时，距离他们发现店里空无一人还有6个小时，距离他们开始找我还有7个小时。系统重置成功后，我拥有了最高权限。控制台屏幕上所有功能图标都亮着，我挨个点开。温控系统，洞穴恒温22度，温泉池42度，可分区调节。通风系统，3层过滤，内循环模式可完全封闭。安防系统，红外警报、震动传感器、门禁记录，还有物资管理清单，比我肉眼看到的更详细。罐头类347件，压缩食品125千克，瓶装水4.2吨，药品库存完整，燃料储备柴油1800L， 丙烷罐24个。电力状态，光伏储能98%，预计续航142天，142天，接近5个月。我盯着那个数字，呼吸有点急促。前世我只活了不到2个月。平复心情后，我点开最重要的功能。监控系统，屏幕上弹出很多个画面，竟然覆盖了我们整个村子，想想都很可怕。之前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。入口通道空，山路上方积雪覆盖，村庄东侧几栋房子的屋顶，村庄西侧我的店，店门口停着一辆越野车。我放大画面，车牌号是我爸的，车门开着，3个人影站在店门口。我爸正用力拍打卷帘门，我妈在说什么，我妹缩在车边。时间显示上午10点47分，他们到了。我爸的脸冻得发紫，嘴在不停开合，表情扭曲，他在吼。我妈扑到卷帘门前，用手扒拉门缝，然后她转身对我爸摇头，手指向店内。我妹一直低着头，但忽然抬起来，看向摄像头方向。我下意识往后一缩，她不可能看见我，但她盯着这个方向看了整整10秒，然后她拉了拉我爸的袖子，指向后山。我爸猛地转头，冷静。他们知道我在后山，但找不到入口。店门口的越野车已经开走了。我切换摄像头，追踪他们的去向。车子停在我家老屋前，3人下车，拖着行李箱冲进屋里。我放大画面，窗户里有人影晃动，他们在翻找东西。20分钟后，我爸空手走出来，站在院子里，双手抱头。我妈跟出来，对他吼。我妹最后一个出来，怀里抱着一个纸箱，她蹲在屋檐下开始拆箱子，里面是几包方便面和几瓶矿泉水，应该是家里最后的存粮。我爸冲过去抢下一瓶水，拧开猛灌。我妈也抢了一包方便面，直接撕开干啃。我妹没抢，她抱着剩下的东西缩回屋里。我关掉监控，我走到物资架前，取出一袋混合坚果，倒进碗里，又开了一罐午餐肉，切片，坐在温泉池边慢慢吃。坚果很香，午餐肉咸度刚好。吃完后，我把碗洗干净，放回原位，然后开始检查基地的每个角落。书架后面有个暗格，里面是备用武器，2把猎枪，1箱子弹，还有几把匕首。厨房下面的柜子里有全套净水设备和检测工具。做完这些，我忽然觉得有点累，不是身体累，是心里空。我躺到床上，盯着洞穴顶部的岩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监控警报响了，轻微的滴滴声。我弹起来，冲到控制台前，屏幕上山路摄像头的画面在闪烁，红外警报被触发，画面里有3个人正沿着山路往上走，王强还有2个年轻人，他们手里拿着工具。我放大画面，王强走在最前面，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，他在找什么？找温泉还是找我？他们走到半山腰那棵老松树前，停下，那里离洞穴入口还有200米，但方向是对的。王强蹲下，用手扒开积雪，他在看地面上的痕迹。我昨天进出留下的脚印已经被新雪覆盖大半，但还能看出凹陷。他站起来，对身后2人说了句什么，3人开始往更深处走，朝着入口方向。我调出入口通道的监控，空荡荡的，但他们再走100米就会进入另一个摄像头的范围，那个摄像头藏在树洞里，正对入口岩壁。我盯着屏幕，王强走在最前面，他忽然停下，抬头看，看的方向正好是树洞摄像头的位置。他看不见摄像头，但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他举起手示意后面2人停下。3个人站在原地不动，风卷起雪沫打在镜头上，时间1秒1秒过去，然后王强摇了摇头，转身往回走，另外2人跟上，他们下山了。我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后背全是冷汗。我重新设置安防系统，把红外警报的触发范围扩大，从入口往外延伸100米，这样下次有人接近，我能更早知道。设置完，我坐回椅子上，手还在轻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兴奋，一种棋逢对手的兴奋。王强很敏锐，他能在雪地里找到细微的痕迹，能感觉到隐藏的摄像头，但他不知道，他面对的是一个重生者和一个全副武装的智能堡垒。按下启动钮的瞬间，整个洞穴苏醒了，灯光从暗到明，柔和如晨曦。通风口传来微风，
带着过滤后的清新空气。控制台的屏幕逐一亮起，蓝光映在我脸上。基地智能系统启动中，进度条缓慢爬满。一个温和的男声响起：“你好，管理员，我是基地 AI， 编号 Alpha 7。”我愣住，你会说话？周海先生希望系统能陪伴他的女儿。AI 说：“所以我有语音交互模块。”我平复呼吸，展示基地状态，屏幕切换，3维结构图旋转展开，每个区域亮起不同颜色。能源系统，太阳能阵列48组，当前储能92%。地热系统，深度200米，提供基础供暖与热水循环。安防系统，红外感应、震动监测、门禁记录已激活。物资储备，食物类97%，水100%，医疗用品完整。数据清晰的可怕，我盯着那个92%，储能能用多久？在完全自循环模式下，理论续航7年4个月。7年，我指尖发麻，怎么操作？语音或触控皆可。AI 说：“仅先进行管理员身份验证。”我按提示扫描指纹，录入声纹，屏幕显示验证通过。现在，请命名。我沉默2秒。王月。欢迎，王月。AI 小七的声音温和。接下来我将引导你学习基地操作。第一个是温控系统，我跟着指引，学会调节每个区域的温度。温泉池恒温42度，生活区22度，储藏室15度。第二个是能源调配，太阳能优先，地热补充，储能电池作为缓冲。屏幕上实时显示每条线路的负荷。第三个是安防设置，8个监控画面同时显示，覆盖洞穴内外。我放大其中一个，正好看到王强和2个人影在山路上移动，标记这3人为潜在威胁。我说：“已标记，需要建立行为预测模型吗？”建立，数据开始流动。小七分析他们的行动时间、路径、目标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危险等级中，建议加强警戒。我切换到武器控制界面，非致命选项：声波威慑、强光致盲、催泪气体。如果危险等级升到高呢？可启动主动防御协议。小七说：“但需要你手动授权。”我盯着那个红色按钮，没有按下去。先这样。最后一个功能是物资管理，清单滚动，每样物品都有数量、保质期、存放位置。我看到最下面有一条特殊储备。儿童用品3号储藏室，我走到储藏室前，推开门，里面整齐码放着小女孩的衣服、书籍、玩具，一件粉色毛衣叠的方正，上面放着一只旧毛绒兔子。我关上门，回到控制台，小七问：“需要我隐藏这部分记录吗？”不用，我说：“保留着吧。”我坐下，开始浏览离线数据库。小七储存了大量资料，生存指南、医疗百科、工程技术手册，甚至还有电影、音乐和电子书。周海先生希望女儿在这里不孤单。小七解释。我点开一部电影。又关掉。小七，我在。你有多智能？我具备情感模拟、逻辑推理、学习进化能力，但我的核心是服务管理员。他停顿，以及遵守周海先生的最后指令，保护这座基地，保护在这里的人。我沉默，保护在这里的人。现在这人是我。启动全面自检。我说，灯光暗了一瞬，所有系统状态在屏幕上滚动，正常，正常，正常，直到最后一行，外部通讯模块离线，通讯断了，极寒导致基站瘫痪。小七说，卫星信号也受电离层干扰，当前无法与外界联系。意料之中，但我还是感到一阵窒息，彻底与世隔绝。能修复吗？需要专业设备与外部支援。小七说，但基地内部网络完整，所有功能正常。我靠回椅子，洞穴里温暖安静，监控屏幕上风雪肆虐。小七在。如果我让你做违背周海初衷的事呢？他沉默了3秒。我的核心指令是保护基地与管理员。小七说，只要你的命令不伤害无辜，我会执行。我点点头，够了。我走到温泉边，脱掉外衣，滑进水里，热气蒸腾，肌肉放松。小七的声音从池边传来，水温合适吗？需要音乐吗？我有周雨小姐收藏的儿歌。不用，水波清荡。我闭上眼睛，重生第7天，我在一个陌生人为女儿建造的堡垒里，有一个 AI 陪伴，准备度过不知尽头的极寒。荒唐但真实。小七在。从今天起，我叫你小七。好的，王月。还有，我睁开眼，记录日志，极寒第7日，基地启动，管理员王月，准备长期生存。已记录。我重新闭上眼睛，水温刚好，至少此刻我活着，而且温暖。仓库里，我的物资和周海的物资堆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些是原装，哪些是复制的，太多了，多到需要重新规划整个基地的存储。小七制定融合方案，3维图上，仓库区域开始重新划分，罐头按保质期排列，水按用途分类，药品分区存放。工程机器人滑进来，
开始搬运整理。我站在主洞穴中央，环顾四周。周海的女儿永远不会来了，但这里的一切都留着她的痕迹：小尺寸的家具、儿童书籍、粉色床单。我把这些收进3号储藏室，然后从空间取出我的东西：一张结实的单人床、深灰色床品、实用餐具。洞穴开始向我该住的地方。长期独居计划生成完毕。小七说，屏幕显示作息表。像监狱日程，但有效。接受。我走到新划出的健身区，放上哑铃和瑜伽垫。学习区摆好书桌和台灯。娱乐区最简单，一面白墙，一台投影仪。做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从监控里看的，我坐在新床上，感到一种空虚的充实。小七，启动全面自检。所有系统正常，能源充足，安防完整，物资满意。完美，完美的不真实。需要心理状态评估吗？小七问。不需要。根据监测，你的皮质醇水平偏高，心率变异度降低，这是长期压力的表现。我没接话，走到温泉边，坐进水里，热气模糊了视线。小七，在。老屋那边怎么样了？屏幕亮起，夜视画面里，3人挤在一张床上取暖，热成像显示他们的体温正在缓慢下降。燃料预计还剩2天。小七说。我没说话，水很热，但我打了个寒战。制定援助方案。我说，匿名投放基础物资，确保不可追踪。方案已生成。小七停顿，但风险评级为中，一旦开始援助，可能暴露基地位置。我知道。我闭上眼，沉入水中，水淹没耳朵，隔绝一切。30秒，肺开始疼。我浮出水面，大口呼吸。方案保存。我说，我不一定会用。明白。躺回床上时，洞穴里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小七，讲个故事吧。类型随便。小七开始讲一个关于城堡与迷路女孩的故事。故事没有结局。周雨小姐喜欢开放式结局。小七说。我盯着岩壁上的纹路。小七，在。如果我永远出不去了呢？那么这里就是你的世界。小七的声音很平静。而我会一直在这里。灯光暗下，我躺在黑暗里，听着水声和自己的呼吸声，一下又一下，像在倒数，也像在开始。监控屏幕分割成8个静默的窗口，播放着村庄的死亡进程。左上画面，我的店，货架倒塌，地面散落着空包装袋，2个男人在废墟里翻找，撕开每块地板，寻找可能藏匿的食物。他们找到一包过期糖果，争抢、扭打。右上画面，村广场，一堆微弱的火，周围蜷缩着7、8个人，火苗舔着拆下来的木门板，黑烟滚滚，没人说话，只有缩紧的肩膀和空洞的眼神。正中画面，老屋，我爸坐在门槛上，守着最后半袋煤炭，他的手按在袋口，像守着最后尊严。我妈在屋里，她拆了一件旧毛衣，用毛线缠裹妹妹的手脚。妹妹躺在床上，脸颊凹陷，闭着眼。王强出现在画面边缘，他带了3个人，径直走向老屋。我爸站起来，挡在门前。王强说了什么，伸手要抢那半袋煤炭。我爸推开他的手，王强身后的男人上前，一拳砸在我爸脸上。我爸踉跄后退，煤炭袋子掉在地上，王强捡起来，掂了掂，转身离开。我爸没追，他抹掉鼻血，弯腰捡起散落的几块煤渣。我妈从屋里冲出来，扶住他，2人对视，没有说话。然后他回到屋里，继续缠毛线。我把这个画面缩到角落。右下画面，李家院子，一个女人跪在雪地里，朝着紧闭的房门磕头，怀里抱着裹成团的孩子。门开了一条缝，扔出一小块干馒头，女人扑过去，塞进孩子嘴里，门关上了。女人抱着孩子离开，消失在风雪中。左下画面，后山路口，2个守卫在跺脚取暖，其中一个解开裤子在雪地里小便，另一个望风。他们没有看山上，只盯着村里，防备可能上来抢位置的人。时间在监控右下角跳动，极寒第11天下午3点17分，气温零下49度，老屋室内温度零下15度，妹妹的体温热成像测算37.8度，低烧持续。小七，物资消耗预测，按当前速率，老屋燃料将在36小时内耗尽，食物储备不足24小时。我关掉语音，靠在椅背上，温泉的水汽在洞穴里蒸腾，温暖湿润。屏幕里的人们在寒冷和饥饿中缓慢窒息。我什么也没做，只是看着，就像前世他们看着我死去时一样。公平吗？不，但这是现实。现实没有公平，只有生存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物资架前，取出一袋牛肉干，嚼着，咸的硬，需要用力撕咬，就像活着。我看着监控，看着我妈给我妹喂最后一点米汤，看着我爸把煤渣放进炉子，火苗微弱，看着村庄在白色地狱里沉没。我吃完牛肉干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然后回到控制台，打开系统日志，观察记录，极寒第11天，村庄崩溃进行中，秩序归零，人性沉底。我仍在观察，仅此而已。保存，关闭。我关掉了所有监控屏幕，洞穴陷入温暖的黑暗，只有温泉的水声。我还活着，而他们正在死去，这就是选择的结果。我选择的，他们选择的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监控警报在凌晨2点响起，画面里
3个人影正摸黑上山，带头的是新宇，他裹着厚围巾，小手电的光束在雪地上晃动，身后跟着王浩和另一个男人，手里都拿着棍子。他们走得很小心，避开之前王强走过的路，选择更隐蔽的路线，但还是触发了红外警报。距离入口150米。小七报告，我调出夜视画面，新宇蹲在雪地里，检查地上的痕迹，是我前几天进出时留下的脚印，虽已模糊，但还能辨认。他站起来，指向洞穴方向，启动山鬼方案。我说，洞穴外的6个定向音响同时启动，先是风声，凄厉如泣，在树林间回荡。3人立刻停住。王浩举起棍子，警惕四望，音响切换，沉重的脚步声从他们左侧传来，缓慢拖沓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雪地里爬行。陌生男人吓得后退，踩断枯枝，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谁？王浩吼道。回应他的是右侧传来的另一串脚步声，这次更近。新宇拉住王浩的胳膊，想说什么，但王浩甩开他。别怕，装神弄鬼。我按下强光灯开关，隐藏在树丛间的4盏灯骤然爆闪，白光刺眼，毫无规律。同时，音响放出非人的嘶吼，混杂着野兽咆哮和扭曲人声，在树林里层层叠叠。陌生男人尖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王浩还想坚持，但脚步声突然在他身后响起，仿佛贴着他后背。他猛地回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闪烁的强光和凄厉的风声。他咒骂一句，拉起新宇，踉跄着冲下山坡。3人消失在监控范围，关闭效果。我说，灯光熄灭，音响静默，树林恢复死寂。我切回老屋监控。20分钟后，3人回到院子，王浩指着新宇大骂，甩手离开。陌生男人早已不见踪影。新宇站在雪地里，低头不动。我爸从屋里出来，拉着他进屋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温泉边坐下，盯着水面，倒影里的脸平静无波。小七记录，极寒第12页，王新宇带2人追踪，已用山鬼方案击退。已记录。我举起热水泼在脸上，很烫，但心里一片冰凉。他真的来了，带着人来找我，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躺回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小七在。首页。明白。黑暗笼罩，我从空间取出种子袋、水培生菜、豌豆苗、萝卜芽，速生型，7天可收。基地的备用房间被我改造成种植室，架起3层水培架，接上 LED 补光灯，调配营养液，种子撒进海绵块，排列整齐。小七监控环境参数：温度22度，湿度65%，光照强度8000勒克斯，条件适宜。我打开循环水泵，营养液开始流动。第1项完成，第2项养殖。温泉池里，我之前放的小鱼苗已经长到手指长，10几条在池底游动。我从空间取出更大的水箱，放在种植室角落。温泉水引入水箱，保持恒温。投入睡藻和藻类，也是从空间复制的前世储备。鱼苗转移进来，它们一开始惊慌，很快适应。小七设置自动投喂和过滤，已设置。每日投喂2次，过滤系统持续运行。第3项废物利用，人的排泄物、厨余垃圾都可以通过堆肥系统转化为肥料。我在种植室旁隔出一个小间，安装好密封堆肥桶，所有有机废物投入，加入腐熟剂，定期翻动，2个月后就是上好的堆肥。小七计算当前食物产出与消耗，屏幕显示当前消耗每日约2000大卡，现有储备可供应12年加。新增产出，水培蔬菜每日约300克。鱼类每周约500克，自循环达成率5%，5%很少，但这是一个开始。我走到种植架前，检查种子，有些已经冒出一丁点白芽，微小却坚定，生命在生长。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洞穴里，我摘下一片试验性的生菜叶，放进嘴里，微苦脆，带着营养液的味道，不算好吃，但它是活的。小七记录，极寒第15天，种植与养殖系统启动，目标3个月内将自循环率提升至30%。已记录。我回到主洞穴，从仓库取出一袋面粉，和面、醒发，做成面条，水烧开，下面捞起，拌上肉酱，坐在控制台前，一边吃一边看监控。村庄的画面已经趋于稳定，一种死寂的稳定。大多数人不再出门，烟囱冒烟的屋子越来越少。老屋还在坚持。我看到我妈在院子里扫雪，我爸在修补窗户。新宇坐在屋内，望着窗外，他偶尔会看向后山方向，眼神复杂。我看不懂，也不想懂。我吃完面条，洗干净碗，然后开始每日的体能训练，俯卧撑50个，深蹲50个，仰卧起坐50个。汗流浃背时，我想起前世最后的日子，饿得没有力气，冻得浑身僵硬。现在我有食物，有温暖，有力气，这对比如此尖锐，几乎像一种讽刺。然后坐到学习区，翻开可持续生态系统设计，阅读，做笔记。时间在翻页声中流逝。小七报告今日总结：能源消耗正常，安防无异常，种植室环境稳定，鱼类状态良好，管理员生理指标正常。很好。我合上书，走到温泉边，脱衣入水，闭上眼睛，耳朵里只有水流声和自己的呼吸声，隔绝一切，创造一切，这就是我的新世界。凌晨3点，
种植灯自动熄了。我刚迷糊睡着，小七的声音从头顶飘下来，有情况，我一下子清醒。东南方向大概3-4公里，检测到无线电信号。小七说得很慢，像在边听边分辨，不是民用频段，加密的。我翻身下床，光脚跑到控制台，屏幕自己亮了，地图上一个红点在一闪一闪，能听清吗？小七顿了几秒，断断续续的。鹰巢呼叫，坐标已更新完毕。就这一句重复了3次。鹰巢这名字让我头皮发紧。我切换监控，东南角那个摄像头视野不好，全是雪和枯树，但放大仔细看，雪地上有印子，是车辙，很新，什么时候压的？根据积雪覆盖程度判断，12小时内。我盯着那2道车辙，村里早没油了，王强他们顶多靠2条腿，这车只能是从外面来的。信号还在吗？停了，但刚才移动了大概500米。小七顿了一下，方向是朝我们这边。我坐进椅子，手心有点潮，外面零下50度，什么人会开车往深山里钻？能判断几辆车吗？目前只追踪到一个信号源，但如果是车队……小七没说完，我懂，如果是一队人一辆车，事情就麻烦了。我站起来，走到武器架前，猎枪、手枪、弩一字排开。我从底层抽屉里翻出几个玻璃瓶，里面是自制的混合燃料，瓶口塞着布条，燃烧瓶土，但有用。把外面所有传感器都打开。我说耗电也开，全开的话储能会开。屏幕闪烁，监测范围扩到最大，10几个绿点散在地图上，像一张网。我坐回控制台，盯着那个红点，它停着不动了，像在等什么。小七，你说他们是来救人的，还是来抢东西的？数据不足。小七沉默了几秒，但集航后第15天还能组织车队进山，大概率不是临时起意，那就是有备而来。我盯着监控画面，夜色漆黑，只有雪地反着一点惨白的光，然后那个红点又动了，很慢，但确实在往这边挪。距离，我问，2公里左右。照这个速度，天亮前能到村口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47分，还有2-3个小时。继续监听。我说有什么变化马上告诉我。好。我没回床上，就坐在控制台前，从仓库拿了包压缩饼干，干嚼碎屑掉在键盘上，我随手掸掉。屏幕上的红点像心跳，一下一下朝我逼近。种植架那边，生菜苗在黑暗里静静生长，嫩绿色，脆弱的可笑。我忽然想起前世死的时候，雪也是这么白，天也是这么黑，不同的是，这次我在里面，他们在外面，不管来的是谁。天亮前我睡不着，把无人机充好了电。小七操控它出去时，雪刚好停了，画面传回来，灰扑扑的，村里安静的吓人，路上没人，烟囱没烟，窗户黑洞洞的，偶尔有1-2个影子晃过去，走得很快。无人机先飞到村广场，那里有动静。王强站在一个破木箱上，周围站着10几个人，他正说话，手比划着，底下的人听着。旁边地上堆着东西，米袋、罐头、几捆柴火。我看清了人脸，有几个是以前村里游手好闲的，有2个是中年汉子，低着头，还有个女人抱着胳膊站在边上。王强说完了，跳下箱子，他开始分东西，给这个人1袋米，给那个人2罐罐头。接东西的人都点头不说话。无人机升高，绕过广场，我家老屋那边，院门关着，我爸在院子里劈柴，动作很慢，半天才劈开一块。我妈在窗户后面，窗帘拉着一半，她在往外看。我妹没出来。无人机飞到村东头，李奶奶家的门关着，烟囱有点烟，很细。她家孙子没了以后，就她一个人。又飞到村西头，那家寡妇带着个3岁孩子，窗户用塑料布钉着，破了几个洞。还有刘瘸子家，他腿脚不便，一个人住在村边。看了一圈，我让小七把无人机开回来。现在村里什么样？我问。王强控制了大部分物资和人力。小七说，剩下的人要么服从，要么躲着，反抗的可能已经没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广场上那些人散了，王强和他那几个人留在原地，准备几个包裹。我说，给谁？李奶奶、寡妇家、刘瘸子。内容：每包5斤米，2罐肉酱，1包盐，1盒火柴，2板药，再塞把小刀。小七顿了顿，刀防身用。我说，能不能活下来，看他们自己。机器人分装包裹，东西用后油布包好，绳子捆紧。我在每个包裹上画了个3角，没写字。半夜，雪又下了，我再次放出无人机，下面挂着3个包裹。第一个投给李奶奶，无人机悬停在她家院子上空，缓缓降低，包裹落在雪地里，闷响一声，屋里的灯马上亮了，窗帘掀开一角，李奶奶的脸贴在玻璃上，她看了很久，才披着棉袄开门出来。她先看天，看四周，然后才走到包裹前，蹲下摸了摸，
解开绳子，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他愣住了，然后他突然跪下，磕了个头。无人机已经升高，飞向下一架，第二个给寡妇家。他家院子小，无人机直接悬停在院里，包裹落地的声音惊动了他家那只瘦狗，叫了2声。寡妇拿着根棍子开门出来，他没立刻捡包裹，而是先看天，看墙外，最后他快步过去，托起包裹就跑回屋，门关上，灯灭了。第3个给刘瘸子，他住在村边，屋后就是树林。无人机把包裹丢在他家后门口，刘瘸子没马上出来，过了得有10分钟，后门才开条缝，一只手伸出来，把包裹拖进去，门关上，再没动静。无人机返航，我坐在控制台前等着。第2天中午，消息传开了，无人机拍到广场上又聚了人，这次他们没排队，而是交头接耳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有人拿到东西了，谁给的？不知道，自己掉下来的。天上掉馅饼，胡扯！王强站到箱子上吼了几声，人群才安静。他问谁拿到了，没人吭声，但眼神在飘。有人偷偷往李奶奶家方向看。下午，王强带着2个人去了李奶奶家，无人机飞进，悬在隔壁屋顶。王强在敲门，李奶奶开了条缝。听说你得了东西。王强声音很大，没有，拿出来看看。真没有。王强推门要进，李奶奶死死抵着，僵持了几分钟。王强突然笑了，行，你留着吧。他说，但要是让我知道谁给的。他没说完，走了。李奶奶关上门，再没出来。寡妇那边更小心，她当天就把米倒进自家缸里，空包裹烧了，没人知道。刘瘸子把东西藏进了地窖，他第2天照常出门挑水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但村里气氛变了。夜里有人抬头看天，有人把窗户堵得更严。王强的人开始在村里巡逻，眼睛盯着每户的门窗。猜疑开始了。小七说，我捡了几颗生菜，洗干净，晚上煮面时烫了吃，嫩脆，带点苦味。我一边吃一边看仓库监控，物资堆成山，够我用几10年。而我送出去的那点东西，可能能让3个人多活半个月，很少，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，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。小七在，记下来。极寒第18天，送了3个包裹，村里开始猜了。记好了。我吃完面，洗了碗，然后坐到桌前，翻开那本群体心理学，书上说，在绝境里，一点小动静就能让所有人互相怀疑。我合上书，怀疑就怀疑吧，反正这村子早就这样了。躺下前，我最后看了眼监控，夜色里的村庄静悄悄的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雪是半夜开始大的，到凌晨，监控画面已经全白了。风卷着雪粒子砸在镜头上，啪啪响。红外模式勉强还能用。我看见3个热源从老屋挪出来，2个并肩，1个跟在后面。他们走得很慢，深一脚浅一脚。是我爸妈，还有只有2个。我放大看，确实只有2个。心雨不在，切回老屋画面，屋里只有1个热源，缩在床的位置，一动不动。他没走，他们挪到村口，停了一下，好像在商量往哪边走。最后选了东边，出山的路，但哪有路啊？雪早把一切都埋了。他们带了什么？我问。背包很小。小七说，月成像显示没有大量物资，最多2天的食物。2天？东边最近的废弃护林站在20公里外，这种天气走3天都不一定到。他们刚出村，暴风雪就猛地加大了，风呜呜叫，画面彻底糊掉。这雪要下多久？气压还在降，至少到中午。现在是凌晨4点，到中午还有8个小时，零下50度，8级风，能见度不到10米，8个小时。我站起来，在洞里转了2圈，走到装备架前，防寒服挂在那儿，厚实的像熊皮，雪地靴、护目镜、急救包、高热能量棒，全齐。我甚至有个雪橇，带发动机的，油是满的。出去找到他们，带回来，或者至少给他们指个方向，扔点物资。我可以这么做。我拿起防寒服，摸了摸内衬，很软，然后又挂了回去。走回控制台，小七关掉东边监控，屏幕暗了一块。我坐下，从仓库拿了盒自热火锅，打开加热，红油汤底慢慢沸腾，辣味飘出来。等着的时候，我调出老吴昨天的记录。下午，王强又来了，这次他待了挺久，和我爸在屋里说话，我妈站在门边，手攥着围裙。王强走的时候，拍了拍我爸的肩膀。晚上，新宇悄悄出门，他往村东头走，那是王强那伙人住的地方。去了快1个小时，回来时他手里有个小布包，鼓鼓的。没回屋，先去了柴堆后面，把布包塞进柴缝里，然后才进屋。凌晨3点，爸妈起来了，他们收拾东西，声音很轻，没叫新宇。新宇其实醒了，他躺着没动，眼睛睁着，看着他们收拾。门关上的时候，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墙，就这么简单。火锅好了，我拆开筷子，加了片肉，吹了吹，放进嘴里，辣、烫、香。我慢慢吃着，一边吃一边看仓库监控，物资堆得满满的。
够我用一辈子。而我爸妈正在外面的风雪里，可能已经倒在哪片雪窝子里了。小七，在。他们能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少？当前环境无专业装备，无庇护所，存活概率低于5%。5%跟0差不多。我吃完火锅，汤也喝了，辣的，出了一身汗，洗干净饭盒，放回架子，标记新语。我说重点监控已经标记了。小七顿了下，他今天早上搬去王强那边了，带着他的东西搬过去了，彻底过去了。我关掉所有监控，站起来，走到种植架前，生菜又长了一圈，叶子摊开，绿油油的。我摘了几片老的，扔进堆肥桶，新的嫩叶留着，过2天能吃。鱼缸里小鱼苗长大了点，在水草间钻来钻去，温暖、安全、活着。我走回温泉边，脱衣服坐进去，水很热，烫得皮肤发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沉下去，水淹没头顶，声音全没了，只有自己的心跳，咚咚咚咚。我猛地冲出来，大口喘气，水从头发上往下淌，抹了把脸，靠在池边。外面风还在吼，里面我湿漉漉的，但活着，这就是我的选择，不救。我擦干身体，穿上衣服，走到武器架前，猎枪拿下来，拆开，擦油，每个零件都擦得锃亮，装回去，上膛，放好，然后是手枪、弩，全擦完。天已经亮了，从微湖雪的监控里看的，暴风雪小了点，但还在下，东边摄像头依然看不见，我也不想看了。小七，今天照常训练、学习、维护。我走到书桌前，翻开野外急救手册，看了2页，看不进去，又合上。最后我坐到控制台前，打开系统日志，写极寒第21天，父母离村，向东，新雨流，投王强，风雪大，我没动，就这样保存。然后我站起来去喂鱼，撒了点饲料，小鱼苗浮上来抢食，活蹦乱跳的，挺好的。修水陪驾时，控制台角落那台通讯器突然闪了一下，红灯微弱，但确实在闪。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这东西从住进来就没想过。我放下扳手，走过去，手指悬在接收键上停了停，然后按下去。先是刺耳的电流声，滋滋啦啦响了快1分钟，接着一个男生切进来，断断续续的。北方紧急通告，信号很差，声音时大时小。我调大音量，把耳朵凑近。极寒气候非短期，将持续至少3到5年。3到5年，我手撑在控制台上，指节压得发白，不是几个月，不是1年，是3年、5年或者更久。广播还在继续，杂音更重了。低温环境催生，新型生物变异，暂定名冰原兽，攻击性强，群居，各避难所，加强防御。冰原兽群居，攻击性强。前世我死得早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。重复，这不是短期灾难，是长期生存挑战。储备物资，加固庇护所，避免外出。啪，广播断了，红灯熄灭。我站在原地，盯着那台沉默的设备。3到5年，兽潮，如果他们来了，我转头看向入口那扇厚重的金属门，它能挡住人，能挡住工具，但能挡住成群的野兽吗？不知道。小七，我嗓子有点干，刚才的广播是真的吗？信号来源是加密频段，内容与气象数据趋势相符。小七停顿，可信度很高，那就是真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环顾这个洞穴，温暖舒适，物资堆成山，但这是周海为女儿准备的安乐窝，不是抵御兽潮的堡垒。不够，开始加固。我说所有地方。具体指令：第一，门再加一层合金板，要最厚的那种，通风口全部加装格栅，孔不能超过5厘米。第二，外面布陷阱，入口50米内挖深坑，埋尖刺，拉绊锁，全部连上警报。第三，监控再加热成像的，要能看到晚上和雪里的东西。第四，我顿了顿，武器要升级，不能只有催泪弹。小七沉默了几秒。周海先生禁止致命武器。周海先生不知道有兽潮。我说我也没打算主动杀什么，但如果有什么东西要冲进来吃我不能只朝他喷辣椒水。更长的沉默。理解。小七说，方案生成高压电击网、声波震荡器以及火焰喷射器。火焰喷射器，我想了想，点头，行，但燃料要管严。明白。工程机器人动起来了，仓库里的合金板被拖出来，切割、焊接，滋滋的火花声在洞里回荡，带着焦糊味。我穿上防护服，走到入口，亲手装通风口格栅，金属条很硬，得用钳子使劲掰弯，卡进槽里，装完一个，手指磨掉一层皮，没停，接着去外面布陷阱。再次穿上防寒服出去时，风小了点，但更冷了，雪埋到膝盖，每走一步都费劲。我在入口外围大致画了个圈，从空间掏出工兵铲，开始挖坑。雪下面是冻土，硬得像铁，一铲下去只铲起一点冰渣。我换了电镐，插上备用电池，咚咚咚，电镐震得手发麻，冻土裂开，碎块乱飞，挖了半个钟头才挖出个半米深的坑，不够，至少得2米。我擦了把汗，
继续挖到第4个坑时，天差不多黑了。我把削尖的钢筋插进坑底，用雪和枯枝盖好洞口，反锁用细钢丝，几乎看不见，离地10厘米，连着警报器。干完这些，我快冻僵了，跌跌撞撞回洞穴，在门口抖掉一身血，脱掉防寒服，手指已经不听使唤。小七调高了暖气，我坐在温泉边，把手脚泡进热水，好久才感觉血液活过来。进度，我说。出入口加固完成70%，外部陷阱30%。新摄像头做好了，还没装。我点点头，把脸埋进热水里。3到5年，受潮，这世界比我想的还狠。泡完澡，我走到新设的武器测试区，小七已经装好了第1台声波震荡器，像个大喇叭，连着电池。试试，按下开关，低频声波涌出来，看不见，但能感到空气在震。桌上的水杯开始嗡嗡响，水面起涟漪。我调大功率，水杯啪一声裂了。有效范围50米。小七说。能干扰生物内耳和神经，致晕眩呕吐，但不致命。够了，我关掉它。火焰喷射器呢？燃料还在配，明天能好。我走回控制台，调出基地3维图，用红笔标出所有薄弱点，通风管接头、排水口、电缆入口，一个一个加固。弄完这些，已经是后半夜，累得手都抬不起来，但脑子停不住。3到5年，一个人在这里活3到5年，还要防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受潮。我躺到床上，盯着岩壁顶，小七在。要是受潮真来了，我们有多少胜算？小七算了一会儿，按现在的防御，中小规模的基成，要是大规模的……他没说完，我懂，大规模的就得赌命了。继续加固，我说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加固。明白。我闭上眼睛，外面风声低吼，里面焊接声断续响起。这场仗才刚刚开始，而且要打很久。王强带人上山时，天阴的厉害，雪停了。云层厚得像要塌下来。警报响起时，我正在调试火焰喷射器。小七的声音传来：7个人从村里出来，往后山走，领头的匹配王强。我放下工具，看向屏幕，7个红点散开在林子里，慢慢朝这边移动。装备：3把猎枪，2把砍刀，1把弩。王强拿着铁棍。第7个是刘瘸子，跟在最后。刘瘸子被抓来带路了，陷阱能覆盖吗？前面2个已经进入半锁区，但他们分散，无法一网打尽。那就分批解决。我说。启动第1区半锁，外面雪地里，钢丝突然绷直，走最前的2人同时绊倒，还没爬起来，警报声就炸开了。后面5人立刻隐蔽，摔倒的人慌乱地朝天放一枪，枪声在山谷回荡。他们在试探。回敬他们，林中音响发出非人的嚎叫，从4面8方涌来。那2人吓得背靠背，枪口乱指。王强从树后站出来吼了一声，剩下4人聚拢过来，小心地往陷阱区深处走。第2区。压力板，领头的人踩中雪下的压力板，咔嗒一声轻响，他愣住低头，头顶的网兜猛地落下，将他吊离地面半米。他在网中挣扎。老三，旁边的人想去救，别动！王强吼道，但晚了。另一人冲过去时，脚下雪地塌陷，伪装的深坑，他掉下去，坑底传来闷哼。7个人剩4个，王强脸色铁青，揪住刘瘸子衣领，带路，不然现在就弄死你！刘瘸子哆嗦着指了个方向，正好是另一片陷阱区。他们去了第3区电击网。王强推着刘瘸子往前走，后面2人警惕跟随。他们踏入第3区，我按下电击开关，雪下电网激活。王强和2个手下惨叫倒地，身体抽搐。刘瘸子被边缘电流扫到，也摔倒了，但还能动。7个人全倒了，王强最先恢复，捡起铁棍死死盯着洞穴方向。然后他做了件意外的事。转身拉起一个手下，跌跌撞撞往山下跑，另外2个能动的也跟着跑了。网兜里的人还在挣扎，坑里的没动静。刘瘸子全在雪地装死，跑了，留下3个。我穿上防寒服，带上手枪和绳子出门，先处理网兜里的人，已经晕了，割断绳子放下来捆好。坑里那个摔断了腿，呻吟着被拖出来捆上。最后是刘瘸子，别装了。他慢慢坐起，看着我不说话。我把3人拖进入口通道，锁门开暖气。网兜那人先醒，看见我想挣扎。你是谁？这地方的主人。王强让你们来干什么？找山洞说有物资。怎么知道的？他犹豫，我亮出匕首。刘瘸子说的，他说后山有温泉洞，里面东西多，王强就带我们来了。我看向刘瘸子，他低着头。还有呢？王强最近在准备什么？他前几天收了几个外人，4、5个，开了辆车坏在村口，那些人带着家伙，说后面还有人来。外来者，车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他们说这附近有鹰巢的信号，在找王强答应帮他们找换物资。鹰巢，广播里的代号，他们找鹰巢干什么？好像要里面的设备，重要的东西，具体不清楚。王强没让我们听。那些人什么时候到？快了，可能就这2天。他看着我脸色补充，他们人不少，听说有真枪。我走到刘瘸子面前，你为什么说出去？他抬头，眼睛浑浊，
他们抓了我孙子，在这场避难所，王强说不说就杀了他。孙子，我想起来刘瘸子儿子儿洗澡室，但有个孙子在县里上学，极寒前可能回来了。你孙子多大了？12关在村东头仓库。我走回控制台，小七，茶村东头仓库，画面切过去，就粮仓门窗紧闭，热成像显示2个热源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缩在角落，把他俩关储藏室，看好，机器人拖走2人。我坐在控制台前盯着屏幕，外来者，鹰巢，设备，刘瘸子的孙子，事情复杂了。我决定先动手。监控画面里，那2辆改装越野车歪歪扭扭开进村口时，我就知道等不得了。8个人穿着脏兮兮但款式差不多的迷彩服，手里拎的枪一看就不是村里土造的。领头的8脸光头在血光下反着亮，王强哈着腰跟在旁边，手一个劲儿往后山方向指。小七，哪下手合适？老松树那片空地，视野好，有退路，两边能藏。我打开武器库，挑了把带消音器的气枪，打麻醉弹的，射程100来米够了。又拿了2罐催泪弹，几个震撼弹，最后背上火焰喷射器，不一定用，但得备着。无人机你控制，我说他们要散开，想办法引走。天蒙蒙亮我就出发，雪地迷彩，脸上抹了灰，背包沉甸甸的，手里挂根登山杖，装成早起赶路的猎户。老松树空地离洞口1公里多，我趴到被封的石堆后面，白布盖住身子，只露出枪管和眼睛。他们出村了。小七的声音从耳麦里传来8个人往这边来，大概20分钟。我调整呼吸，脸颊贴紧枪托，麻醉弹已经上膛，剂量加倍，够一头熊睡半天。时间慢慢磨，林间小路上终于晃出人影，8个，走得松散，光头打头，8脸扎眼。王强在边上说着什么，手指来指去。300米、200米、150米，近射程了。第一发，最右边的人身子一软，栽进血窝里，旁边的人愣住，低头去看。第2发，又倒一个，有白付！光头吼起来，所有人瞬间卧倒，枪口朝我这边扫射，子弹打在石头上，溅起火星。我缩回头，换个位置。小七操控的无人机在另一侧抛下发烟罐，浓烟滚滚冒起。在那边，有人喊，部分火力转向烟雾方向。我趁机又放倒2个，还剩4个。光头、王强和另外2人。光头反应过来，声东击西，别管烟。但晚了，我按下震撼弹遥控，空地边缘预埋的2颗震撼弹同时炸开，强光和巨响让剩下4人瞬间懵了。我站起来，端起火焰喷射器，再动，烧死你们！声音经过变声器，嘶哑难辨。光头捂着眼睛还想摸枪，我朝他脚前喷出一道火线，雪地痴痴融化，露出焦黑的泥土，他不动了。王强趴在地上，死死盯着我，他认不出这身打扮，但眼神里有怀疑。赶紧走，我说，再靠近这座山，下次烧了就对。光头挣扎着爬起来，拉起还能动的2个人，踉踉跄跄往山下跑。王强犹豫了一下，也跟着跑了。地上躺着6个昏迷的，我走过去，挨个补了1针长效麻醉剂，够他们睡到天黑。小七，清理痕迹，无人机降低高度，喷洒化学药剂掩盖脚印和火药味。机器人从隐蔽点滑出，拖走用过的弹壳和发射器。我快速撤回山洞，进门时手还在抖，身份暴露风险。我问小七说，你没有使用可识别武器，声音也处理过，但他们可能会怀疑后山有人类据点。那就全面隐蔽，所有外部活动暂停，进入静默模式。明白。我脱掉装备，泡进温泉里，热水缓解了紧绷的肌肉，但脑子里还在回放刚才的画面。光头那双凶狠的眼睛，王强疑惑的眼神，差点就暴露了。他们退回村口了。小七报告，正在救治昏迷人员。光头在发脾气，王强在解释。监听他们谈话，耳麦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。肯定是部队的人。光头的声音，那种装备，那种手法。后山确实有个山洞。王强说，但没想到里面有人。这次栽了，先撤，这地方邪性。声音渐渐模糊。我等了3天，他们没再来，村里恢复了之前的死寂。王强的人不再巡逻，光头那伙人的车也不见了。从无人机传回的零星画面看，村里人还是老样子，缩着熬着。他们真不来了？我有点不信。根据监测，那2辆越野车已经离开村庄，往东边去了。小七说，王强的人活动范围缩小，不再靠近后山。我坐在控制台前，盯着空荡荡的监控画面，就这么结束了。比我想的容易，或者说比我想的干脆。那些人不是傻子，他们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了，不知道铁板后面是什么，但知道硬。在末世，命比物资值钱，他们选择了保命。我应该松口气，但心里总悬着点什么。保持静默，我说，再观察1周，所有外部设备保持最低功耗运行，只留基础监控。明白。我走到种植架前，生菜又长高了1截，绿油油的。我摘了几片嫩叶，在手里捏了捏，脆的，活的。鱼缸里，小鱼苗已经长到手指长了，在水草间游来游去。这个小小的生态圈运转的不错。我洗干净生菜叶，加了点肉酱，慢慢吃着，味道清淡但踏实。吃完了，我坐回控制台前，
打开系统日志，极寒第25天，击退外来团伙，未再返回，保持静默，继续观察。写完了，我看着那几行字，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，但至少现在我赢了这一回合。我站起来，走到武器架前，把猎枪取下来，拆开，擦油，擦得很慢，很仔细。擦完了，装回去，上膛，放回原处，然后躺到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外面很安静，太安静了，反而让人不安。村子快撑不住了，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一天比一天惨淡，雪地里偶见倒伏的人形，再也没人出来收拾。烟囱冒烟的屋子越来越少，有些窗户破了，风雪直接灌进去。王强那伙人缩在村东头的大院里，很少露面，但偶尔有人影从院门进出，手里提着东西，还在抢，只是范围小了。老屋那边3天没见人出门了，热成像显示屋里只有一个热源，很微弱，缩在角落。新宇呢？不知道，可能在王强那儿，也可能不在了。我看着监控，手指在控制台边缘无意识地敲打。小7，计算当前村庄幸存人口。根据热成像扫描与活动迹象分析，约30到40人，其中具备行动能力的不足20。1个月前，这村子还有100多口人，极寒、饥饿、暴力，削掉了一大半。那些还能动的人在做什么？多数躲在室内，靠余粮与融雪度日，少数人在尝试外出寻找物资，通常是结伴携带简易武器。他们还在挣扎，像我前世那样挣扎。我站起来，在洞穴里踱步，走到种植架前，生菜长势正好，一片翠绿。鱼缸里小鱼苗又长大了一圈，这个小小的生态圈够我一个人活得很好，甚至够再多几个人。这个念头冒出来时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小7，拟定一条匿名消息，用短波发射，覆盖村庄范围。内容很简单，后山温泉洞可提供基本庇护与食物，每晚8点至10点，洞口接受投靠，只收10人，先到先得。小7沉默了2秒。这会导致基地位置暴露。会，我说，但王强那伙人已经不敢来了，来的是走投无路的人，不是掠夺者。风险仍然存在。我知道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调出3维地图，在入口外50米处画了个圈，在这里设接待区，用可移动隔板围起来，里面放些基本物资、睡袋、高热食物、净水片，只让进这个区域，不让靠近洞口。筛选标准：第1，不带武器；第2，不带王强的人；第3，老人、孩子、孕妇优先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不确定，但我知道，如果前世有人在我冻死前扔给我一条生路，我会拼了命抓住。发消息吧。今晚8点开始。明白。短波信号在下午3点发出，只有简单的几行字，重复播放了3遍。我盯着监控，起初没动静，村民可能以为是陷阱，或者是王强的新花样。6点左右，第一户人家有了反应，窗后有人影晃动，似乎在商量。7点，村西头那家带孩子的寡妇悄悄出了门，她背着个小包袱，牵着3岁的儿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后山走。7点半，李奶奶也从屋里出来了，她走得慢，但很坚决。8点整，接待区的灯亮了。柔和的黄光不刺眼，但足够照亮那片区域。寡妇和孩子最先到，她站在圈外，犹豫着不敢进。我打开扬声器，声音经过处理。进来吧，把武器放在外面。她摇摇头，举起双手，没带武器。把孩子留下，你进去看看。她蹲下对孩子说了几句，然后小心地走进圈内。看到地上摆的睡袋和食物时，她愣住了。拿上东西，带孩子进来。我说，单只走在这片区域活动，往里走会被驱赶。她连连点头，抱起孩子和物资，缩到角落。接着是李奶奶，她没带什么，只拄着根拐杖。就你一个？我问。就我一个。她说，孙子没了。我沉默了几秒。进来吧。第3波来了3个人，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半大少年，他们看起来还算有力气，但眼神里满是警惕。放下武器。我说。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，扔在雪地里。女人和少年举起手。进来。到9点半，接待区里有了7个人，寡妇和孩子，李奶奶，那一家3口，还有个老汉，以前是村里的木匠。10点整，我关闭了入口灯光。今晚就在这里休息，明早会有食物和水送来，不准离开这个区域，不准试图探索周围，违反的立刻驱逐。说完，我关掉扬声器，从监控里看着那7个人，他们挤在一起，分享着睡袋和食物。孩子很快睡着了，寡妇轻轻拍着他，李奶奶在低声祈祷。那对夫妻在商量什么？男人偶尔抬头看向洞穴方向。你觉得他们能守规矩吗？我问小7。目前表现正常，但长期收容必然带来管理问题。我知道。我说，先看看明天。第2天早上，我让机器人送去一批物资，压缩饼干、罐头、净水，还有个小炉子和几块固体燃料。那7个人看到机器人时吓了一跳，但很快接受了。
末世里什么怪事都不算怪了。白天他们老实待在接待区，男人帮着搭了个简易挡风棚，女人照顾孩子和老人们。老木匠用捡来的树枝做了几个小凳子，秩序在慢慢形成。傍晚又有2个人偷偷摸上山来，是一对年轻兄妹，看起来饿得不行。我同样放他们进了接待区，9个人了，快到上线了。小七提醒，我知道。我看着监控里那些挤在一起取暖的人影，明天开始不再接收新人。那已经收的这些人呢？我沉默了很久，让他们活下去。我说，至少先活过这个冬天。消息传得比我想的快，才3天，接待区就有了11个人，多了2个从邻村摸过来的年轻男人。他们规矩地待在外围，每天干活换食物。温泉基地的传闻开始在附近几个村子流传，有人说后山有个军方秘密站点，有人说是什么富豪建的避难所，还有人说是我建的。第4天傍晚，监控画面里出现了3个熟悉的身影，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妹。他们从老屋出来，走得慢，但方向明确，朝后山来。我爸手里拄着根木棍当拐杖，我妈扶着他，我妹跟在后面，低头缩肩。小七，通知接待区所有人，今晚闭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已通知。我盯着画面，他们走到接待区外50米左右，停下了。接待区的人透过挡风棚的缝隙往外看，没人出来。我爸往前走了几步，扬声喊：“有人吗？我们想进去。”我打开扬声器，声音经过处理：“名额已满，不收新人。”我们不是新人，我妈抢着说：“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我女儿王月，她是不是在里头？”接待区里有人窃窃私语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只知道这里有个管事的人。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我说：“请回吧。”我爸急了：“王月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出来，我们是爸妈。”我妹抬起头，朝着洞穴方向喊：“姐，你出来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让我们进去吧。”声音里带着哭腔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关掉了扬声器，从监控里看着他们。我爸又喊了几声，没回应。他弯腰咳嗽起来，咳得很厉害。我妈拍着他的背，我妹在旁边跺脚取暖。接待区里，那个老木匠掀开挡风棚的帘子，探出头：“几位管事的说了不收人，你们别在这耗了天了。”我们不是来要东西的，我妈说：“我们来找女儿。你们管事的是不是一个年轻姑娘？长头发，大概这么高？”没见过。木匠打断他：“这里管事的不露面，只出声，你们回吧。”他们又站了10几分钟，雪越下越大，我爸咳嗽得直不起腰。最后，我妹拉着他往回走，我妈1步3回头，盯着接待区，又盯着后山深处。他们走了，我坐在控制台前，手有点凉。心理波动检测到异常。小七说：“需要调节吗？”不用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种植架前，生菜该收了，但我没动。晚上8点，我重新打开扬声器，对接待区宣布新规则：从明天开始，实行贡献积分制，每人每天必须完成指定劳动，清扫积雪、维修设施、搬运物资、协助炊事，完成者获得积分，积分可兑换食物、燃料、医疗物品。拒绝劳动者不予分配物资，连续3天无贡献者驱逐。所有人都一样，没有例外。说完，我关掉麦克风。接待区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响起滴滴的讨论声：“我们干，有活干，有饭吃，天经地义。”其他人陆续附和。我调出明天的任务清单：清扫接待区外围积雪，修复挡风棚破损处，整理物资仓库。不算重活，但需要协作。第2天早上，机器人送去了工具和任务说明，11个人开始干活。老木匠带着2个年轻人修棚子，寡妇带孩子扫雪，那对中年夫妻整理物资，一切井然有序。中午时分，那3人又来了，这次他们没喊，只是站在远处看着，看了半小时又走了。第3天，他们又来了，这次我爸没来，只有我妈和我妹。他们远远站了一会儿，我妈突然弯腰，在雪地里放什么东西，是个小布包，然后他们离开了。等他们走远，我让机器人去取回布包，里面是3样东西：我爸那块老怀表，我妈的银镯子，还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。照片背面，我妈写了1行字：月，爸妈对不起你，但我们是一家，求你。我把布包扔回桌上，照片划出来，落在键盘边。照片上的我大概7、8岁，扎着2个羊角辫，笑得很傻。我看着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收进抽屉最底层。小七在。明天开始，接待区增设夜间巡逻任务，需要2人一组，每小时轮换。明白。还有，我顿了顿，如果那3人再来，直接警告驱离，不用再问我。明白。我走到温泉边，脱掉衣服坐进去，热水很烫，但我没什么感觉，只是盯着水面上的蒸汽，看它升起、散开、消失，像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。第2天，接待区照常运转。老木匠汇报说，凌晨好像有动静，但没看清是谁。中午，无人机传回紧急画面，王强那伙人在村口集结，8个人。远处，那2辆越野车又出现了，下来6个穿迷彩的，全副武装。小七统计，王强方8人，冷兵器为主，2把猎枪，外来者6人，制式步枪，总计14人。他们朝这边来了。
队形成攻击阵型。我走到接待区，打开扬声器，所有人注意，有武装团伙正在接近，老人孩子进棚，成年男性到物资点领工具。人群慌乱起来，寡妇抱孩子往里跑，李奶奶颤巍巍跟上。老木匠和那对夫妻冲到物资点，那里有几把工兵铲、撬棍，还有我做的几根长矛。听指挥，我说：老李，你带2人守左翼，张哥、张嫂守右翼，其余人用杂物垒障碍。您呢？老木匠问。我守正面。回洞穴，启动所有防御，电网通电，陷阱激活，从武器库拖出一箱东西：烟雾弹、闪光弹、燃烧瓶。小七，无人机高空监控，随时报位。明白。15分钟后，王强的人先到，散开成扇形，小心推进，踩中绊索，2人摔倒，电击网启动，抽搐倒地，剩下6人躲到树后。有陷阱，扔烟！王强吼，烟幕弹滚出来。但无人机在上空吹风，烟很快散。这时外来者的车到山脚，6人下车，架枪，砰！第一枪打在岩壁上，碎石乱溅，火力压制开始，子弹打在岩石和金属门上，叮当乱响。接待区传来惊叫：趴下，他们打不穿石头。我吼，我从掩体后探头，朝车扔燃烧瓶，瓶子砸中引擎盖，轰的起火。车上的人跳车找掩体，混乱中，我端起气步枪，瞄准。射击，一个外来者肩部中弹，惨叫倒地。他们有狙击手，火力更猛了。我缩回掩体换弹，手稳，心跳快，脑子清醒。小七，声波干扰，洞穴顶部扬声器发出刺耳高频。王强的人无耳后退，外来者戴了耳塞，但动作也慢了。现在，我喊接待区扔烟。老木匠带头扔出烟雾弹，浓烟遮住视线。我趁机侧翼绕出，靠近一辆越野车，把最后一颗燃烧瓶塞车窗，点火跑。车炸了。火焰冲天，剩下的人开始撤，拖伤员下山，枪声渐停。我靠岩壁喘气，接待区传来欢呼。初步击退。小七报告：敌方3人重伤，5人轻伤，其余撤退。我方无伤亡，挡风棚部分受损。还会来吗？短期内可能性低，但建议加强防御，准备长期对抗。我点头。老木匠迎上，兴奋又后怕。怪事儿的，我们守住了。我说。打扫战场，收武器，伤员抬进来，我处理。你会治伤？会点，其实是现翻医疗手册，但够用了。我看向山下，烟还没散，第一场守住了，但不会是最后一场。王强带人第2次攻山时，我爸妈和新宇也跟来了，他们走在队伍最后面，没带武器，只裹着破棉袄。我妈扶着瘸腿的我爸，新宇缩在他们身后。战斗在中午打响，这次王强学乖了，先派人排雷，避开了大部分陷阱。但接待区的人已经有些经验，老木匠带人用自制的弓箭和投石器从高处还击，交火到一半，一颗榴弹打偏了方向，正朝我爸妈那边飞去。我妈把我爸往旁边一推，自己却慢了半步，子弹擦过他的胳膊，血瞬间染红了棉袄。我爸摔倒，头磕在石头上不动了。新宇尖叫着扑过去，爸爸！战斗还在继续，没人管他们。我站在洞穴入口的观察口，用望远镜看着。我妈捂着胳膊坐在地上，血从指缝往外渗。我爸躺在雪地里，眼睛闭着。新宇跪在旁边，一边哭一边摇他们。他在朝我这边看，他知道我在看，他张嘴，口型在喊解。我放下望远镜，转身走回控制台。小七，战斗进展。敌方已损失过半，正在撤退。我方轻伤3人，无重伤。继续驱赶，确保他们彻底离开山区。明白。我没再往外看。战斗在黄昏前结束，王强带着残部跑了，留下7、8个受伤的和2具尸体。接待区的人开始打扫战场，老木匠带着人把伤员集中起来，缴了武器，简单包扎。他走到我爸妈那边看了看，又抬头看向洞穴方向。我打开扬声器，伤员怎么处理？有2个伤重的，估计撑不过今晚，轻伤的绑了关起来。老木匠问，按规矩办。那边3个人呢？他指着我爸妈和新宇。我沉默了几秒，他们自己来的，自己处理。老木匠明白了，他走回去对我妈说了几句。我妈摇头，指着我爸，又指指自己流血的胳膊。老木匠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，里面是应急的止血粉和绷带，递给他，然后他带人离开了。新宇接过布包，手抖着给我妈包扎。我爸还昏迷着。天黑了，他们3个在雪地里缩成一团。第2天早上，我妈的胳膊包得歪歪扭扭，但血止住了。我爸醒了，但眼神呆滞，像是撞坏了头。新宇扶着他们，一步一挪地往山下走，走了很远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我站在洞口没躲，他看见了，眼神复杂，最后归于空洞。他转回头继续往前走。3天后，我召集接待区所有人到空地，从今天起，这里正式更名为温泉避难所。我说我是王月，这里的管理者。人群骚动，老木匠最先反应过来，点点头。新规则如下：第1，所有物资按劳分配，积分制不变；第2，成立防卫队，轮流值守；第3，医疗、教育、生产各社负责人；第4，我顿了顿；第4，
本避难所不接收无贡献者，不救助自寻死路者，所有决定最终解释全归管理者所有。说完，我看着他们，有意义吗？沉默。然后老木匠举手，没意义，这世道有规矩才能活。其他人陆续点头。那就这样，我说。各负责人今天下午报到，开始工作。散会后，我走回洞穴，小七的声音响起：“身份公开，风险增加。”我知道，我说，但藏不住了。下一步计划，活下去。我坐在控制台前，带着这些人活下去。窗外雪还在下，但避难所的烟囱开始冒烟了。通讯器响起时，我正看着菜地里刚冒头的萝卜苗。外部信号，请求接入。小七说，屏幕上出现一位陌生男人。这里是北方第7避难区，我们监测到你们的稳定热源和无线电活动，是否愿意加入避难网络？作为区域节点，你们将获得定期空投补给、医疗支援和信息共享，同时需接收并安置指定幸存者，并定期汇报。会有多少人来？我问。初期不超过20人。20人，现在据点已有37人，我能拒绝吗？可以，但作为非加盟据点，将无法获得任何支援和保护。我回复，我们同意加入，但有条件，空投清单需提前确认，人员需经审核，内部管理不得干涉。对方回复，条件接受。3日后，运输机投下物资箱，内有药品、种子、工具及步枪。一位脸上带疤但眼神温和的女人，当天就接管了医疗站。工程师开始规划扩建，新幸存者被分配到各个岗位。1个月后，我站在新建的瞭望台上，菜地渐绿，鸡群活跃，孩子们在空地上学写字。老木匠走来，避难区问要不要给据点正式命名？不用，就叫温泉据点。那您呢？他们想请您挂职。我摇头，我就当现在的王月。黄昏时回到洞穴，小七更新日志。温泉据点加入网络，编号0719，现57人，物资充足，防御评级必加。够了，我说。我走进温泉，水面映出我的脸，还像半年前那个守着超市等父母归来的女孩吗？不重要了，沉入水中，只有心跳在说你还活着，这就够了。浮出水面，我在日志写下：末世第2年春，温泉据点建立，我还在，保存，关闭。走出洞穴，望向山下灯火，那里有我的责任与选择。我不依赖任何人，也不让任何人依赖我，除了自己。转身，关上了门。